更荒谬的是，美方近期还集中翻炒起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冷饭。《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根据最新提供给白宫和国会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美国能源部已得出结论，声称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意外从中国实验室外泄的。不过，《纽约时报》当天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这份情报相对薄弱，能源部的结论可信度较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却在视频出席美国商会27号的活动时，借这么一份可信度低的报告，喊话中方应该对新冠溯源表现更加透明的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国是迄今唯一多次邀请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到本国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合作的国家。中国在溯源问题上分享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最多，为全球的溯源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美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抹黑不了中国，只会拉低自身的信誉。伯恩斯先生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应当多做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理解的事情，而不是相反。伯恩斯近期频频发表涉华谬论。本月15号，他在北京出席中国美国商会年度答谢晚宴时，就当着在场350名中美政商界代表，大肆批评中国贸易、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网络安全、审查制度、防疫、人权政策等，引发在场人士的强烈不满。中国美国商会的工作人员透露，伯恩斯发表演讲时，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这次晚宴是商会年度最高规格活动，伯恩斯却在现场多次提及敏感内容，商会原想避免的话题几乎全部被他提到。事后，甚至有美企高管责问商会为何邀请伯恩斯，认为其言论不合时宜的妄议中美关系，将可能影响今后与中方有关部门的沟通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商界对伯恩斯涉华谬论的怒气值拉满，反映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27号，华南美国商会向外界发布2023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和2023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其中显示，超90%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依旧是企业投资最青睐的热土。在受访的210家在华美企当中，88%的企业表示，去年在中国实现盈利，没有任何企业打算完全撤离中国。而据商务部本月发布的最新数据，中美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历史性的6906亿美元，也充分说明了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合作中呢，中国的观点一向就是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呢，合则双利，这个斗则俱伤。根据相关的统计呢，大部分美国的投资者呢，都有进一步呢在中国站稳阵脚，然后呢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中国的事业。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他们的大肆的诋毁、攻击中国的投资环境，甚至抹黑中国，这种行为呢，对美国的投资者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对他们所期望的在中国的正常的运营呢，会造成困扰。所以呢，美国的政客呢，他们到底要打算怎么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美国在不断散布对俄军援、翻炒实验室泄露等等谎言，以此来抹黑中国。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美国就不能好好跟中国说话吗？主持人好，每逢美国理屈词群时，习惯性的做法呢，就是拿新冠实验室泄露说事。特朗普政府是如此，拜登政府呢亦如此。在俄乌军事冲突1周年之际，美西方呢不断地向战场输送武器，使得冲突愈演愈烈。中国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可谓是对美西方不断拱火的当头一棒，也是对拜登呢突防乌克兰鼓噪战争的有力一击，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在内，似乎都醒了，说对呀，劝和促谈才是出路，干嘛呢要送武器持续战火呢？就连美国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送武器到战场，让更多的人死亡，让更多的乌克兰难民流离失所，道德上站不住脚，有违人道主义。况且呢，俄罗斯并没有对美国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于是呢，美国政府就用抹黑的方式，用造谣的手段，不断的散布中国将对俄军援，又把莫须有的实验室泄露拿出来炒作，实际上呢，是在掩饰他们的虚弱和尴尬。
美国援乌抗俄是成功还是失败，不是一目了然吗？另外呢，俄乌军事冲突打出了后西方时代，一战以后直到冷战结束以及后冷战时代，美西方呢都在主导世界事务。但是俄乌冲突这一年呢，情况变了，很多国家不跟西方了。世界上130多个国家保持着中立姿态，不愿掺和到其中。现在呢，则是呼吁停战和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承认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正在迅速对西方失去信心，这就说明呢，西方无力主导世界事务了。多元化的世界格局呢正在来临，这个后西方时代是呼之欲出，而中国呢又是最有实力的新生力量，倡导合作共赢。中国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呢，贯穿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这美国呢也就坐不住了，开始大胡乱说，污蔑中国。这个美国呀对中国说话，这个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恐怕呢都不太会正常。那么直到美国呀自认霸权衰落了，才能够好好说话。2月27日，外交部长秦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高级别会议发表视频致辞，就促进和保护人权、加强和改进全球人权治理提出了4点中国主张，包括坚持走符合各国实际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坚持全面促进和保护各类人权，坚持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对话合作。秦刚强调，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只会水土不服，强加于人更会贻害无穷。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当人权判官，人权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遏制别国发展的借口。共同反对有的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反对有的国家无视并无力解决本国国内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到处充当人权教师爷，对别国指手画脚。外界注意到，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遏制中国的发展，长期以来借人权问题打压中国。近日，美海军部长托罗就无端指责中国为保障自己强大的造舰能力，使用了大量的所谓奴隶劳工来维持中国的13个大型造船厂的运作，才让中国一个造船厂的产能就能近乎超过美国所有造船厂的总和。托罗污蔑中国的造船能力，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来证明他的无理指控。就连美国媒体也觉得托罗的说法很荒谬。CNN 援引分析人士怀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美国企业研究院的印太防务政策专家布莱克·赫钦格说，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可用人力资源，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高科技领域使用奴隶劳工真的讲不通。赫钦格还批评说，德尔托罗这样的言论表明美国的注意力放错地方，损害了美国的能力。实际上，美国在人权领域有着斑斑劣迹，却一直对本国糟糕的人权状况熟视无睹。美国数以万计的民众因枪支暴力问题而不幸丧命。俄亥俄州毒列车可能对当地民众健康造成长期危害的情况下，美国两党政客却借这些议题进行政治角力，对民众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漠不关心。而近日，美国再爆滥用童工丑闻，全美最大食品安全卫生服务商之一的包装工卫生服务公司，非法雇佣100名年龄在13至17岁之间的未成年人从事高风险工作，凸显美国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巨大的人权黑洞。美国罔顾自己的国内的人权的非常糟糕的状态呢，反而呢集中精力呢来攻击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他们还是要强烈的要攻击中国。我个人觉得呢，除了他一贯有的这种动机以教师也自居以外呢，也许他还蕴藏了一个更险恶的动机，就是说呢要转移国内的视线。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关系因气球事件余波未平之际，美国多名高官在不同场合对中国进行各种抹黑、栽赃和炒作，恶意散布中国对俄军援论。早在本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妄称，有消息表明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1周后，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分别向媒体宣称，确信中方正向俄方提供致命装备。美国媒体更是绘声绘色描述中国向俄提供武器清单，但这些说法其实并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支撑。Lethal support. What would that entail? What do you think of? Weapons.
That's ammunition. That's primarily weapons. We also don't see that a final decision has been made yet, and we don't see evidence of actual shipments of lethal equipment. We have at this point not seen them take the step of providing weapons to Russia for purposes of the war in Ukraine.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直言，他不认为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I don't anticipate, we haven't seen it yet, but I don't anticipate a major initiative on the part of China providing weaponry to Russia. 俄新社的报道认为，美国一直在乌克兰危机中不断拱火，而中国日前发表了呼吁俄乌进行谈判的立场文件。近2天来，欧洲多地纷纷爆发反战示威游行，显然中国的立场引发更多国家的赞同。美方此时大规模对华发起军援俄罗斯的指责，目的就是为了诋毁中国，转嫁外界对美国的不满。观察指出，美方的举动充分说明他在对俄进行战略打击，以乌克兰为棋子消耗俄罗斯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围堵中国和使中国边缘化的战略。在对华表面竞争、实则对抗的战略把戏中，美国利用新老议题散播能够引发国际关注及盟友易于跟随的议题，试图把国际上的热点问题都激化为中国责任论，意图诋毁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秉持的建设性中立立场，最大限度破坏中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在目前呢，中美关系又不是太好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大肆造谣，都有转移视线的这种做法在里面呢起作用。美国的大选帷幕已经拉开，而且据报道呢，拜登呢他是打算呢要竞选连任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俄乌战争呢，如果进一步朝着这个战火激烈的把美国进一步拖进去的方向发展的话呢，对他的这个选举呢，连任选举呢，也恐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他把矛头转向中国，那么他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呢，我觉得呢，很大一部分呢，也是为他的国内政治服务的。